有他了，开睡。今天咱们讲魏元帝曹奂，他的一生可以用2个字概括：傀儡。他被司马昭立为皇帝是因为听话，被司马炎逼着禅让，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他名义上做了6年皇帝，实际上连自己的婚姻都无法做主。他的皇后是司马昭的女儿，他的后宫是司马氏安插的眼线，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他就是魏元帝曹奂，一个让曹操9泉之下都难以瞑目的末代皇帝。先拿起你剩下 15% 电量的手机，调整好听抖音模式，准备进入一个王朝的尾声，见证一场最盛大也最虚伪的权力交接。要理解曹奂为什么会坐上龙椅，就必须先明白，在他之前，曹家的权力是怎么一步步被架空的。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你绝对熟悉的名字——司马懿。这位被后世戏称为忍王、老狐狸的顶级权谋家，在曹操、曹丕、曹睿3代帝王面前都表现得像一只温顺无害的老猫。曹操在世时敏锐地察觉到司马懿有狼顾之象，就是说这个人的身体不动，脑袋能转180度，像狼一样，天生就不是个安分的主。曹操多次警告儿子曹丕要提防司马懿，说这个人非人臣也，必欲辱家室。可曹丕需要司马懿的才华，曹睿也就是魏明帝也需要司马懿去对抗西边的那个一生之敌诸葛亮。所以司马懿这只老狐狸就这么一直潜伏着熬着，他熬死了雄才的曹操，熬死了精明的曹丕，最后连英年早逝的魏明帝曹睿也熬死了。公元239年，曹睿病危，临终前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将年仅8岁的养子曹芳托付给了2位顾命大臣，一位是皇亲国戚大将军曹爽，另一位就是太傅司马懿。曹睿或许天真的以为让曹家的自己人和一个外姓的功臣相互制衡，就能保住曹家的江山，但他低估了人性的贪婪，更低估了司马懿那颗潜藏了数十年的野心。一开始，曹爽对司马懿还算尊敬，毕竟是前辈嘛。但曹爽身边的那些谋士，比如何晏、丁密这些人，天天在曹爽耳边吹风：大将军，您才是真正的皇亲国戚，凭什么要跟一个外人平起平坐？曹爽这个人说白了就是个志大才疏的草包，被这么一捧，立刻就飘了。他开始排挤司马懿，先是明升暗降，把司马懿升为太傅，剥夺了实际的兵权。然后曹爽兄弟几个把持了朝政，垄断了禁军，权势滔天，出入的排场比皇帝还大。他们甚至把魏明帝的才人都纳入自己的后院，可以说是为所欲为。面对曹爽的步步紧逼，司马懿怎么办？一个字忍。他称病在家，不问政事。曹爽派心腹李胜去探望，想看看这老家伙是真病还是假病。司马懿的演技绝对是影帝级别的。他躺在床上，衣衫不整，头发凌乱，侍女给他喂粥，粥都顺着嘴角流到了胸前，他都好像没感觉。李胜跟司马懿说话，司马懿装作耳朵也背了，气喘吁吁地说：哎呀，我这老骨头不行了，恐怕活不了几天了。我那2个不成器的儿子，还请您多多照顾啊。李胜回去跟曹爽一汇报，曹爽哈哈大笑，彻底放下了戒心，觉得司马懿这只老狐狸已经是个半只脚踏进棺材的废物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看似衰老的猛虎只是在打盹，等待着最致命的一击。公元249年正月，机会来了。
曹爽带着小皇帝曹芳，还有自己的兄弟亲信，浩浩荡荡地离开洛阳，去高平陵祭拜魏明帝。这一下几乎把整个曹氏宗亲和核心团队全都带出了城。洛阳城瞬间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就在他们前脚刚走，后脚那个病得快要死的司马懿瞬间满血复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带着自己早就秘密培养的3000死士，关闭了洛阳所有城门，占据了武库，并以皇太后的名义宣布曹爽图谋不轨，要废除曹爽。消息传到城外的高平陵，曹爽和他的团队当场就懵了。他们手里还捏着皇帝这张王牌，身边还有几万禁军。按理说，只要曹爽下定决心，号召天下兵马勤王，跟司马懿拼死一搏，胜负未可知。当时大司农桓范，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人，连夜逃出洛阳，跑到曹爽身边，劝曹爽带着皇帝去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发檄文讨伐司马懿。这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方案。但曹爽这个草包，在这个决定王朝命运的关头犹豫了。他既怕打不赢，更怕打了之后，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荣华富贵都会化为泡影。司马懿派人来劝降，许诺说，只要你们交出兵权，你们的爵位、财富一切照旧，绝不追究。曹爽抱着自己的兄弟哭了一晚上。他想的不是曹家的江山，不是小皇帝的安危，而是他自己。他喃喃自语，就算交了兵权，我回去当个富家翁，不也挺好吗？桓范气得大骂，曹子丹、曹真、曹爽的父亲何等英雄，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蠢猪一样的儿子？最终曹爽做出了那个葬送曹魏政权的决定，投降。他天真的以为司马懿会信守承诺，结果当他们放下武器回到洛阳后，等待他们的是冰冷的屠刀。司马懿以谋反的罪名，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全部诛灭3族。史书上说，内外恐怖整个洛阳城，乃至整个曹魏官场，都笼罩在司马懿制造的血色恐怖之下。高平陵之变是曹魏政权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曹家的皇帝就彻底沦为了司马家的傀儡。第一个傀儡就是那个被曹爽带去祭陵的小皇帝曹芳。曹芳在位期间，司马懿去世，他的长子司马师接过了权柄。司马师比他爹更狠更直接，朝中还有一些忠于曹魏的臣子，比如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基等人，他们看不惯司马师的专横，秘密联络，准备发动政变，废掉司马师，让夏侯玄来辅政。结果呢？计划泄露，司马师直接带兵冲进宫里，当着曹芳的面，用剑柄活活锤死了李丰，然后将张基、夏侯玄等参与者全部夷灭3族。做完这一切，司马师觉得曹芳这个皇帝已经不听话了，留着是个祸害。于是公元254年，司马师以皇太后的名义废除了曹芳的地位，理由是曹芳沉迷女色，荒废朝政。可怜的曹芳就这么被赶下了皇位，贬为齐王。曹魏的第2个皇帝也这么窝囊地退场了。那么下一个皇帝选谁呢？司马师选中了彭城王曹据的儿子，年仅13岁的曹髦。为什么要选他？因为曹髦年纪小，而且血缘关系比较远，容易控制。但司马师看走眼了，这个曹髦是曹操血脉里最后一点英雄气概的继承者。曹髦虽然年幼，却天资聪颖，博览群书，
极有文采。他不像曹芳那样逆来顺受，他看着司马家的人在朝堂上作威作福，内心充满了屈辱和愤怒。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接管了权力。司马昭的野心比他爹比他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断地为自己加官进爵，离那个最终的目标只差一层窗户纸。曹髦知道自己迟早会被废掉，甚至被杀掉，他不愿意坐以待毙。他曾对身边的侍中王审等人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处讨之。翻译过来就是，司马昭想干什么，连街上的大妈都知道了。我不能坐在这里等着他来羞辱我，废掉我。今天我就要亲自带人去讨伐他。王审等人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跑去向司马昭告密。公元260年5月，一个夏日的傍晚，洛阳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气息。年仅19岁的少年天子曹髦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他拔出宝剑，登上了皇帝的辇车，亲自率领着宫里的几百个侍卫和太监，高喊着讨伐贼臣司马昭，就这么冲出了皇宫。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冲锋，这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一场用生命进行的最后抗议。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骤在东直车门拦住了皇帝的车驾。曹髦身边的侍卫们毕竟是皇帝的亲兵，气势如虹，竟然把司马骤的兵给冲散了。随后中护军贾充，司马昭的头号心腹，带着数千禁军赶到，在南边的宫阙下将皇帝的队伍团团围住。禁军的士兵们看到对面是皇帝的龙辇，都有些不知所措。毕竟几千年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深入人心，谁敢对皇帝动手？大家纷纷后退，不敢上前。贾充急了，对着身边的太子舍人程济大喊：司马公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还愣着干什么？程济也是个没脑子的武夫，被贾充这么一击，问了一句：是杀掉还是活捉？贾充给出了那个改变历史的回答：杀掉。得到了命令的程济提着长戈冲向了皇帝的辇车。曹髦手持宝剑厉声呵斥，但一个养在深宫的少年怎么敌得过身经百战的武将？史书记载，任初于被长戈从曹髦的前胸刺入，从后背穿出，少年天子当街被杀，鲜血染红了龙辇，染红了洛阳的街道。这一幕震惊了当时所有的人。弑君，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大逆不道的事情。司马昭虽然没有亲自动手，但所有人都知道是他默许了这一切。曹髦用自己的死扯下了司马昭最后一块遮羞布。现在司马昭面临一个巨大的公关危机，皇帝被杀了，总得有个说法吧。于是一场颠倒黑白的表演开始了。首先把责任推给死人，司马昭逼着皇太后下诏书，宣布曹髦性情暴戾，手拿弓箭，想要谋害太后是自己冲向士兵的兵器才自取其祸的。然后把曹髦的皇帝身份都给剥夺了，要用平民的礼仪来安葬。这一下连司马家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司马昭的叔叔司马孚抱着曹髦的尸体在宫殿里嚎啕大哭，说：陛下崩，臣之罪也。他坚持要求必须以王礼安葬曹髦。司马昭为了平息众怒，只能同意。接着是找替罪羊，那个亲手弑君的程济
自然是最佳人选。司马昭下令将程济满门抄斩。程济临死前还在大骂：不是我一个人的罪过，是贾充让我干的。但他喊什么已经不重要了。现在皇帝死了，龙已空了，司马昭需要一个新的、更听话的、更没有威胁的傀儡。于是历史的聚光灯终于打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角身上。一个远在邺城名叫曹璜的15岁少年被命运选中了。这个曹璜就是后来的曹奂。他是谁？他是燕王曹宇的儿子，是曹操的孙子。但是请注意，他爹曹宇是曹操所有儿子里最不受待见、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曹操不喜欢这个儿子，曹丕当皇帝后也一直打压这个弟弟，所以曹奂这一支在曹氏宗亲里是地位最低微、最没有政治根基的一支。选他就是因为他根基浅好控制，年纪小不懂事，更是因为他的存在就是为了完成最后那场禅让大戏。公元260年6月，曹髦遇害还不到1个月，司马昭派出的使者就带着皇太后的诏书火速赶到了常山郡。此时的曹璜还是个常山安次县公一个非常低级的爵位。当使者宣读诏书，告诉这个15岁的少年，你被选中当皇帝了，要立刻前往洛阳继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曹璜当时的心情，是惊喜，是惶恐，还是茫然？恐怕更多的是一种被巨大未知的力量所裹挟的无力感。他知道洛阳城的那个皇位是个烫手的山芋，是个沾满了鲜血的宝座。前一任皇帝刚刚惨死街头，现在这个幸运砸到了自己的头上，没有拒绝的余地。曹璜在官员的簇拥下登上了前往京城的马车。为了避讳，司马昭还贴心地给他改了个名字，把璜改成了奂，取光明显赫之意。多么讽刺，一个注定要终结王朝的人，却被赋予了一个如此光辉的名字。就这样，曹奂这个曹魏王朝的第5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的登基大典场面宏大，百官朝贺。但在这片山呼万岁的喧嚣背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坐在龙椅上的不过是司马昭手中的一个提线木偶。大魏的江山从这一刻起已经名存实亡。曹奂的皇帝生涯从第一天开始就进入了倒计时。曹奂的皇帝生涯一共5年半，这5年多的时间里，他就像一个活在玻璃罩子里的标本，被摆在那个叫皇宫的展柜里，供天下人观赏。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盖章和点头。司马昭送上来的奏折看都不用看，直接盖上玉玺。司马昭要加官进爵，曹奂就得装模作样的推辞一番，然后勉为其难的同意颁发诏书。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被立为辅军大将军，曹奂也得笑脸相迎表示祝贺。他的生活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舞台剧。每天上朝看着下面站着的全是司马昭的亲信，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同情、怜悯，或者说是漠视。大家心照不宣，这个坐在最高位置上的少年其实是整个朝堂上最没有权力的人。在曹奂当皇帝的这段时间里，天下发生了一件大事，灭蜀。公元263年，司马昭认为时机成熟，发动了对蜀汉的总攻。他派出了2路大军，主力是由镇西将军钟会率领的10余万大军，从正面进攻汉中，另一路
则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领的3万精兵作为偏师，牵制驻守榻中的蜀汉大将姜维。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三国末期最后一场波澜壮阔的史诗。钟会大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汉中。姜维且战且退，将主力收缩到了剑阁，利用天险挡住了钟会的10几万大军。剑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战争似乎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堪称军事史上最疯狂的奇袭上演了。那个被作为偏师的邓艾做出了一个大胆到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决定，他要率领部队绕过剑阁，从阴平小道偷渡700里无人区，直插蜀汉的腹地成都。这是一场豪赌。阴平古道，崇山峻岭，猿猴难渡。邓艾的军队在没有道路的深山里凿山开路，遇水搭桥。粮食吃完了就吃野果，没有路的地方，邓艾就用毛毡裹住自己，从悬崖上滚下去，士兵们也跟着一个个滚了下去。这支衣衫褴褛如同野人一般的军队就这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江油。江油守将马邈做梦也想不到魏军会从天而降，直接开城投降。消息传到成都，整个蜀汉朝廷都崩溃了。后主刘禅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在乔州等投降派的劝说下，甚至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就决定开城投降。他派人去前线，命令还在剑阁浴血奋战的姜维也放下武器，向钟会投降。至此，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灭亡。这场天大的功劳算在谁的头上？当然是总策划司马昭。消息传回洛阳，曹奂要做的就是立刻下诏书，对司马昭进行封赏。公元264年，曹奂下诏封司马昭为晋公，加9锡。9锡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赏赐，这是古代帝王赐给有特殊功劳的大臣的9种器物，包括车马、衣服、乐器、弓矢等等。在历史上，加9锡就等于向天下宣布，我准备要取代你了。当年的王莽就是这么干的，当年的曹操也是这么干的，现在轮到了司马昭。这个流程曹奂必须配合着演下去。他要先拒绝司马昭的谦让，然后再三劝进，最后司马昭勉为其难地接受。整个过程充满了虚伪的礼节和客套。灭蜀之后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那就是钟会和姜维的叛乱。钟会这个人才华横溢，但野心也大。他灭了蜀国，手握20万大军，就有点飘了。而姜维假意投降钟会，实际上是想策反钟会，利用钟会的手来恢复蜀汉。他跟钟会说，将军你功高盖世，已经功高震主了，司马昭肯定会猜忌你，不如我们就在蜀地自立，效仿当年的刘备，成就一番霸业。钟会心动了，他伪造了皇太后的遗诏，说司马昭谋反，要天下共击之，然后把邓艾给抓了起来，准备起兵。但钟会的计划太过仓促，手下的魏军将士也不愿意跟着他造反。最终军中哗变，钟会和姜维双双死于乱军之中。邓艾这位灭蜀的第一功臣，也在混乱中被司马昭派去的人给杀害了。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但它带来的结果是，司马昭顺手除掉了钟会和邓艾这2个功高震主的大将，进一步清除了他篡位路上的所有障碍。现在司马昭的地位已经稳如泰山。
公元264年，曹奂在司马昭的建议下，再次下诏将晋公升为晋王。司马昭的爵位已经和当年的魏王曹操平起平坐了。所有人都知道，那最后一步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司马昭这个算计了一辈子的人，却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登上皇位的那一天。公元265年8月，就在他准备接受曹奂禅让的前夕，司马昭突然中风病逝了。他把这个临门一脚的机会留给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晋王爵位，也继承了父亲那份早已准备好的篡位剧本。他比他爹更着急，他爹还知道演一演，司马炎连演都懒得演了。公元265年12月，距离司马昭去世仅仅4个月，司马炎的心腹们开始行动了。太尉何曾、魏将军贾充等人带头联名上书，请求魏元帝曹奂效仿当年的尧舜，把皇位禅让给德才兼备的晋王司马炎。这一封奏折送到了曹奂的案头。20岁的曹奂看着上面的每一个字，内心会是怎样的波澜？或许早已没有了波澜。这一天，从他15岁那年坐上这个龙椅开始，他就一直在等待着。现在靴子终于要落地了。接下来的流程完全是45年前曹丕取代汉献帝刘协那场戏的翻版。第一步劝进，大臣们集体上书，说晋王功德盖世，天命所归，请皇帝顺应天意，禅让皇位。第二步拒绝，曹奂要下诏书，表示自己德行浅薄，不能胜任天子之位，但晋王乃国之栋梁，怎么能让他来承担这份辛劳呢？所以坚决不同意。诏书的言辞要写得情真意切，充满了对晋王的爱护和不舍。第三步再劝进，大臣们再次上书，声泪俱下地表示，皇帝您这么做是违背天意，辜负了天下百姓的期望啊！晋王登基乃是众望所归，请您不要再推辞了。第四步再拒绝，曹奂再次下诏，表示自己心意已决，这事儿不要再提了。第五步三劝进，大臣们第三次上书，这一次态度更加坚决，甚至带有一丝威胁的意味，表示如果皇帝再不答应，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经过这三推三让的固定戏码之后，曹奂终于被迫同意了。他下达了那份宣告曹魏王朝灭亡的最后诏书。诏书的内容写得天花乱坠，把司马家的功劳从司马懿开始一直夸到了司马炎。最后说，我曹奂自知无能，无法承担这江山社稷的重任，现在我决定将皇位禅让给晋王司马炎。为了这场禅让大典，司马炎命人在都城南郊修建了一座高大的禅让台。公元266年2月初4，这一天天气晴朗，但洛阳的空气中却透着一股萧瑟的寒意。禅让大典正式举行。20岁的魏元帝曹奂身穿皇帝的礼服，最后一次以天下之主的身份登上了那座高台。台下文武百官黑压压地跪了一片，司马炎则身穿晋王的服饰站在一旁。曹奂亲手捧着皇帝的玉玺，一步一步走向司马炎，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沉重。这几步路走完的是曹家从曹操开始奋斗了几十年才打下来的江山。他将玉玺交到了司马炎的手中，然后推到一旁，脱下身上的龙袍，换上臣子的衣服。接着
他转身面对着刚刚接过玉玺的司马炎，率领着台下所有的前朝官员跪了下去，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跪，跪掉的是曹魏45年的国祚，这一跪也跪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王朝——西晋。司马炎史称晋武帝，在接受了曹奂的禅让之后，也表演得非常到位。他立刻下诏，册封前朝皇帝曹奂为陈留王10亿万户，可以在自己的封地里使用天子的旌旗，祭祀天地，上书不称臣，受诏不跪拜。这套待遇是不是很眼熟？没错，当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后，给汉献帝刘协的待遇就是这个规格，封为山阳公。司马家把曹家当年做过的事原封不动还了回来，真可谓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当年你曹子桓、曹丕怎么逼迫汉献帝的，今天我司马家的子孙就怎么让你曹家的后代体验一遍这亡国之君的滋味。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闭环。禅让大典结束后，曹奂现在应该叫陈留王曹奂了。他走下高台，离开了那座他居住了5年的皇宫，前往自己的封地。他的背影落寞而孤单。他来的时候是一个15岁的少年，离开的时候是一个20岁的亡国之君。他什么都没有带来，也什么都没有带走。他只是一个过客，一个工具人，一个历史舞台上最沉默的背景板。故事到这里似乎就该结束了，但曹奂的人生还没有。离开了皇位的曹奂反而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平静。他被封为陈留王，在自己的封地里过着富足而安稳的生活。晋武帝司马炎对他还算不错，给了他足够的尊严和体面。或许对于曹奂来说，这才是最好的结局。他本来就不是当皇帝的料，也没有那种扭转乾坤的野心和能力。让他去做一个安乐王爷，远离政治的漩涡，对他个人而言，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他活了很久，他活到了公元302年才去世，享年57岁。他的一生见证了西晋王朝从建立到八王之乱的开始。他眼看着司马家为了争夺那个从曹家手里抢来的皇位，自相残杀，把一个统一的王朝重新拖入了战火和分裂的深渊。不知道在他晚年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心中会作何感想？是会觉得大快人心，还是会感到一种更深的悲哀？曹奂死后，西晋朝廷给他的谥号是元皇帝，所以历史上称呼他为魏元帝。这个元有开始的意思，也有大的意思，用在一个末代皇帝身上，充满了说不尽的讽刺。曹奂的故事讲完了，他的一生没有英雄的壮举，没有权谋的交锋，甚至没有像样的反抗。他就像是历史长河里的一片落叶，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地向前飘去，最后悄无声息地沉入水底。但他的故事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王朝衰亡的必然。曹魏的灭亡，亡于谁？亡于曹奂吗？当然不是。要我说，曹魏的衰亡从根上就埋下了种子。曹操是个多疑的人，他防备着天下所有人。曹丕更是刻薄寡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大肆打压自己的兄弟，导致曹氏宗亲的力量在建国之初就被极大的削弱了。等到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时候，整个洛阳城
竟然没有一个有实力的曹氏王爷能够站出来与之抗衡。反观司马家，司马懿的8个儿子，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号称8达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这种家族凝聚力的对比，已经预示了最终的结局。所以曹魏的江山不是被司马家从外部攻破的，而是从内部自己先腐烂了。曹爽的愚蠢，曹芳的懦弱，曹髦的悲壮，以及曹奂的无奈，都只是这个腐烂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而已。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曹家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从此以后，权臣篡位都喜欢披上这件禅让的华丽外衣。后面的刘宋、南齐、萧梁、陈、北朝的北齐、北周，再到后来的隋、唐、开国皇帝，几乎都是走了这条禅让的老路。这个剧本被后世的野心家们反复上演，乐此不疲。而曹奂就是这个剧本里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的却又毫无光彩的角色。他的一生或许可以用4个字来总结：身不由己。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个人的命运是何其的渺小。他没有选择自己出生的权利，更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他被推上巅峰，又被赶下神坛，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沉默的符号。然而换个角度想，在那个英雄辈出，也同样是白骨露于野的时代，能够安安稳稳地活到57岁，寿终正寝，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别人求之不得的福气呢？或许对于曹奂本人来说，脱下那件沉重无比的龙袍才是真正的解脱吧。好了，关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的故事，今晚就聊到这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为任何人的悲欢而停留。曹奂的故事是三国时代的终章，也是一个新的更混乱的时代的序曲。最后留给大家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聊聊。第一个问题，你觉得曹操一辈子坚持不称帝，只是为了名声，还是他早就预料到以曹家后代的德行和能力根本守不住这片江山？第二个问题，面对绝境，少年天子曹髦选择了以卵击石，轰轰烈烈的赴死，而曹奂则选择了默默接受，忍辱负重的活下去。这两种选择，你更欣赏或者说更能理解哪一种？在你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是选择保有尊严的死去，还是选择没有尊严的活着？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你的睡前历史博主关灯，晚安。